你在这里做什么？那是个什么东西啊？想活命，就离这窗户远点。哎，你最好快点走掉，赵海华马上就要过来了。没有什么人会来。什么意思啊？难道你还没看清楚？他跟我一样，对这个标的根本不感兴趣。哼，而且也不会有什么人跟那个王厅长去签合同。原来是你们两个人合起伙来坑我呀！我也没想到啊，你居然会从地下钱庄一下就借10万，你要还不上怎么办呢？我的钱呢？你把我钱还给我！你把我钱还给我！你给我消停点！你看我这样子，像身上有10万现金的人吗？我求求你了，把我的10万块钱还给我好不好？算我倒霉。可是那以前的钱我就不要了，这10万块钱是我借高利贷借过来的。我本来以为中标以后我可以去找到你们，可是现在……行了，你别激动，只要你照着我的话去做，我保证你不会有麻烦。好的，好的，好的。你讲，随便你让我做什么，我都是愿意的。那你告诉我，3年前南港码头欺诈案，你究竟知道些什么？怎么了？你刚才不还说什么都愿意做吗？现在怎么哑巴了？你是什么人啊？那笔钱现在不在我这里，是季先生坑的我。季先生，是季先生确实是盯上你了，不过不是3年前的事儿。你说什么？是季先生派你过来的？不可能，不可能！季先生早就死掉了。你到底是什么人？啊？趴下！这是怎么回事啊？啊？怎么会有人开枪的？行了，这是季先生托我捎给你的信，看完以后你就什么都明白了。哎！董大局长，您自打升了官，很少来我们店了。行了，别废话了，给我找个人。啊，您说谁？程英杰。我找着之后给你消息。有消息以后尽快通知我。哎，一什么一？带走。屋里面中枪那个是假人。开标会现场那边传来消息，说竞标已经结束了，胡西斯赢得了竞标。我们刚才一进门的时候，他就承认了，说是他贿赂王厅长，赢得了竞标，要自首。又是老一套。哪一套？当时张善民是自首，罗凤玲也是自首，结果自首完了以后呢，又什么都不肯说，只承认一些自己小小的罪状。现在胡西斯又是这一套，我估计从他嘴里得不到什么有价值的线索。这个要回去审了才知道。龙局长。哎，对了，这胡西斯都说什么了？跟那些人一样，承认的都是一些无关紧要的事实。这是怎么回事？感觉是约好一块儿进监狱的。房间里的这个什么都不说。要不，龙局长您去审审？哎呀，行开行，我已经答应韩副市长不再插手这个案子了。你现在让我去审犯人，我不是自找麻烦吗？再说了，你们都审不出什么来，我就能审出什么。啊，我今天来啊，就是来看看你们调查的进展。我们目前没有什么头绪。那好了，我不打扰你们了啊！我约了一个人，我先走了。
那我们有什么情况，及时向您汇报。好。哎，那这胡西斯对那个房间里的假人是怎么说的？不用他说也能明白呀，不就是为了迷惑杀手吗？哎，那这不就是头绪吗？怎么刚才说？我觉得这件事情还是先不要让龙局长知道。为什么呀？要是上面能够批下来的话，你就不用这样束手束脚了。没有老黄，就没有我龙世清的今天啊！啊，这个责任应该由我来负。王一红还很年轻，我希望这件案子他能够继续跟进。继续查下去，不要气馁。为了我，也为了你父亲。陈英如不准备把最新的进展告诉龙世清，这让王一红很困惑。从陈英如的态度上看，他不相信龙世清。王一红猜测，是不是陈英如掌握了龙世清的什么情况，而不便对自己说呢？胡西斯已经进监狱了。我听说枪声又响了，啊，把那个杀手蒙住了吗？当然，他肯定是认为自己已经得手了。不过那埋伏了有很多警察，他肯定也不会久留。乔恒喜已经被发现了，他不可能再向外透露情报。那这次杀手又是从哪儿得到情报的呢？其实早在林中军那件事情上，杀手就已经跟上了。那次是意外，杀手的目标应该是林中军，所以才绑架了梳子。没想到从梳子那儿得到了你的消息。本来以为去掉了个麻烦，没想到这个杀手跟警察还是形影不离。好了，他们跟得那么紧，咱们也就没时间停下来休息了。必须在他们追上来之前，解决掉下一个目标。这谁呀？上官印，目前是一个地产投机商。不用说，肯定又跟日本人有关系。说吧，有什么计划？有了新的目标，曹一文觉得自己有些兴奋。张善明、罗凤林、孙成厚都被关进了警察局，现在胡西斯又自首了。曹一文急切地等待着季先生把最后的底牌亮出来。上个礼拜有人想从他这蒙走5000，在他拆穿之后，把那人双腿给打断。典型的黑道风格。他的背景是黑道大佬洪老板，这个人做事心狠手辣，不择手段。原先也被人下套使诈，但现在就喜欢以拆穿别人的招数为乐，假装自己上当，然后等着别人露出马脚，就是看不到别人比自己聪明。恕我直言，你的意思呢，是从我这儿拿走5000块钱的现金，然后去买一只你看好的股票，5天之后呢，你就还给我2万5，我说的对吧？没错，不过咱们的行动要快一些。一旦那些股东们知道咱们大量买入他们的股票，这桩生意也就没法做了。我问你个事儿啊，你一定得如实的回答啊。你讲，你是不是发现我这个额头上写着“蠢货”2个字啊？你这是什么意思？那你是不是看见我的老板洪老板他的额头上刻着“蠢货”2个字啊？好话。既然这样，你就当这事儿没发生，你就当我没来过，
咱们交易取消。既然您不信任我，咱们的合作到此为止。等等，不，我绝不同意。这已经不是钱的问题了。在大上海，难道就没人警告过你，别惹上官印吗？你看啊，我替洪老板做事，你跟我过不去，那就跟洪老板过不去；你跟洪老板过不去，我都还装作什么事情都没有发生。那我在别人的眼里，我不就真成250了吗？拉下去，把他拖走。不，该怎么做？你们俩应该知道吧？什么？简单的说，就是一个自傲的恶棍。不过对我而言，越难就越刺激。如果是我的话，就会把这附近的地全部给他买下来。可他们都说会涨，嗨，有风险才有利润。我叫上官印。说句实在话，我的想法跟你一模一样。廖德凯，请坐。干什么的？做地产的。真的？骗你干嘛？其实我只不过是帮助我的老板找一些有升值潜力的地产，然后高价给他卖出去。你是什么公司？祥福公司。没听说过。不是本部企业，总部在新加坡，最近才在上海开了一家分理处。生意怎么样？还不错吧。不过我们老板倒是雄心勃勃啊，打算3年之内把上海所有的地产全部垄断。哦呦，那你回去一定得提醒一下你们老板，让他以后吹牛之前打个草稿啊。我也是这么想的。实际上那些有价值的地全都是我给他找回来的，他干什么了？无非是找了一些朋友，然后以高价给他卖出去罢了。看来你们老板最大的本事就是把你留在身边。我也是这么想的。不过最近他接了一桩大买卖，这件事要干成了，可以轰动整个地产界。真的？哼，骗你干嘛？你是干嘛的？跟你一样。不可能。这。哦，您就是地产大亨上官印。不敢当，不敢当。哎，你刚才说的那个轰动的那么……凯凯，我走了，回去还得找俺爹谈谈呢。好。幸会，后会有期。好。再见啊！再见。有，刚才不是看见你跟你女朋友出去了吗？走了吗？没有，只是送她上车而已。我跟我们老板呢还有一事儿要聊呢。那就你忙吧。我本来说想跟你继续喝2杯，好好聊聊。怎么着？你想不想跟我们老板认识一下聊聊啊？只要是方便，当然希望廖先生能给我引荐引荐。没问题。走走，聊聊。啊，请坐，请坐。哎，好。这位呢就是我的老板刘先生。这位是上官印。啊，我听说过你。啊，请坐，请坐。廖德凯啊，去帮我买份今天的报纸。
哎，自从我来到这里，听到的都是关于你的故事。那是，这是我的地盘嘛。这儿的每一块地我都了解，这儿的每一个人都了解我。你要是选择我来当你的竞争对手，那你得有点真本事才行啊！我并不认为我们是竞争对手。你卖地，我也卖地。我是靠自己的本事做买卖，不像你，仗着日本人的势力，用下三滥的手段去抢地。说白了，你只不过是他们用来圈地的一个农民。上海这儿做生意那是有规矩的，你太嚣张了点啊！好，谢谢。我们在这儿斗嘴没什么意思，有没有真本事，只有较量过才知道。上官先生想喝点什么？来杯。其实上官先生正准备走。啊，是。我哪有闲工夫看这破报纸啊？我还有很多生意要谈呢。记得下次带什么人来见我，给我预约。报纸。给我叫点喝的，自己叫。副台长，小王，最近见过龙局长没有？龙局长，嘘，小点声。哦，局长被调离现在的一切调查之后，只是处理了几天行政事务，然后就请假回家休息了。再没来过吗？也不是，只是没有回过他办公室。前段时间回来过几次，问了一下大致的案情进展，然后还单独约谈了几位警员。什么事儿？不清楚啊，都是私下交谈的，而且被叫去的人也没透露过谈话内容。但是，这些人不久之后都放下了手中的案子，是吗？你还有事找龙局长吗？记住，下次再看到他，先通知我。好，去忙去吧。是。我是个地产商，对这个老宅子很感兴趣。你知道这屋主是谁吗？
这房子原来好像是一个什么军阀的，然后一直是他的亲属住在这里头。后来革命军打过来的时候，他就带着家当逃了，好像只留下了一个老管家。我估计也是老糊涂了，整天抱着枪说老爷还会回来的。不是您一个，有好多人想买这房子，都让他赶走了。我劝您还是打消这念头。啊，明白了，来讲了。那个人确实问我老房子的事了，我全按您的意思告诉他了。以后不管什么人问你，都这么说。为什么呀？哎呀，上官先生非常有品位啊！请坐。上官先生，前天的事儿真是不好意思。我们老板他这个人呢，有的时候就是目中无人。我本来我不介意，他有你这么一位有能力的手下，有点自傲，我完全可以理解。上官先生夸奖了。哎，对了，你刚进门的时候看没看见有张空着的桌子？看见了，一张很大的空桌子。他原来的主人昨天把一块最有潜力的地卖了个最低的价钱。这就不难理解为什么那个桌子空着了。我不可能让它老空着嘛，所以我正在考虑你适不适合坐到那个位置上去。您要是这么说的话，我真得好好考虑考虑了。对了，今天找你来呀，就是想跟你聊聊。你们公司过去都做过什么项目？你和你的老板过去都把地卖给过谁？上官先生叫我来就是为了了解客户的消息。随便聊聊，别认真啊，别认真。哦。他有没有跟你说起过黄渡路134号那栋房子？您为什么突然提起那个房子？难道我们老板跟您说过什么？他不可能蠢到告诉我那些信息嘛。只是我自己有一些那个房子的信息。什么信息呢？零零碎碎不多，地段很偏，房子很老，没有什么人注意。不过，它和一个什么军阀有关系，你都知道些什么？不愿意说，没事儿，随便聊聊，别紧张啊。上官先生，今天的话就算是我们私下聊天。实话跟您说吧，有一个委托方正在委托我们买那栋房子，而且价格没有上限，只要我们认为合理就行。价格没有上限，就是说，即便以黄金地段的高档洋房价格收购，也在所不惜。你们委托方是谁？这个我们老板不肯告诉我，在这个交易上他很谨慎。你们买通了房子没有？没有啊，房主是一个老头，非常难搞定，所以才委托我们来购买嘛。所以这就是你和你的老板来上海的目的。是我们这次来就是为这个。原本打算把我们老板介绍跟您认识，让交易变得容易一点，但是现在看起来根本不是那么回事儿。我们老板就没打算让任何人介入这件事儿。你们和房主接触上没有？哦，对了，跟你在一起那位小姐，她好像就是……哎呦，您真是消息灵通啊！没错，她就是房主的女儿。实际上，我故意接近她，就是为了成全这个交易。她什么态度？什么态度？她倒无所谓，关键是她的父亲不愿意搬走。我骗她说可以把她带到香港，所以她现在是一心一意的想把这个房子赶紧卖掉。但是似乎她也认识到这个房子很值钱，因为之前有好几个人已经找过她想买了。其实我们的委托方也就说了，只要能买到，价钱根本就不是什么问题。那你觉得那个房子它有什么特别之处？先生，你不愿意多谈，那我也就不问了，不问了。我倒是想问问上官先生，如果我能坐到门口那张桌子上，这个薪水嘛，究竟是多少？这个我就不大清楚了，应该是你现在薪水的2倍。不过得看你有没有那个能力做上去了。我打算把他的那个女儿约出来，咱们见个面，吃个饭，好好聊聊。就跟他说，您是我地产圈的朋友。
太好了！好，朋友们，宋代青花瓷近年来少有的品相，现在已经标价26000，还有没有？26000，朋友们，好，这位朋友出价28000，28000一次，还有没有？28000一次。买的真的有必要吗？如果是假的，让他看出来就麻烦了。对于收藏古董，是真是假一眼就能看出来。3万一次，还有没有？3万一次。从胡律师那弄好，来这位朋友出的3万一，3万一第一次，还有没有？还剩下6万吧。5万，你疯了！好，成交。这位朋友出了5万，恭喜这位朋友。行兄弟，没错的。最好你就我没个闪失，否则这5万打水漂。尝尝味道怎么样？甜，老甜了。甜的就是糖放多了。廖先生也不提醒一下。凯凯，你咋没跟俺说过呢？你还认识地产圈的朋友？刚刚认识不久，不过上官先生在上海那是相当的有名啊。哎，我也只是替洪老板做事了啊。啥老板？洪老板。洪老板。哎，洪老板干啥的？回去跟你说。白小姐啊，你准备跟廖德凯一块儿去香港？嗯呐，我跟凯凯呀，虽然认识没多长时间啊，可是俺俩一见如故。还有，上海花花绿绿的，不愿意待，不适合我这种人待。哎呀，自从看见了凯凯之后，我就有了抛下一切的理由了。香港可是我梦寐以求的地方，一直向往的地方，以前都在画片上看见的好地方。那我可就得恭喜艾小姐了，这人生最难得的就是找到归属感。这廖先生的确是个不错的人，你走运了。哎，话可不能这么说，要说幸运，我更幸运。都幸运，都幸运。哎，那你们什么时候动身啊？其实我也催他来着，赶紧把手头的事儿啊全都处理一下。我这边的工作都已经结束了，他还有好多事没办完呢。哎呀，主要是俺爹不乐意跟俺去香港，身体不好。哎呀，可是你说把他一个人留在那大房子里，我这心里又放不下。我都跟他说了，干脆把房子卖了就得了，我们把他送到养老院，对不对？到时候定期去看看不就完了吗？非不干。俺爹不乐意。俺爹说这老房子是姥爷给留下的，他得守着，不能走。姥爷？是那个俺爹呀，原来是给一个大军阀当管家。当年打仗打得乱七八糟的时候，那大军阀不就要逃跑吗？当时俺爹病了，走不了。那大军阀念着多年的交情的份上，就把这个房契和房子都给俺爹了。你说那么大个房子，那俺爹一人根本就顾不过来。可是呢，他又不让别人管，也不肯卖，这房子就这么搁着荒着，就弄成现在这样了。那房子我见过，确实不怎么样。你别说不怎么样，老奇怪了，最近老有人问我这房子卖不卖，都让老爷子用猎枪给打跑了。那你父亲原来是跟哪个军阀当的管家呀？这个俺也说不清楚，那20多年前的事儿了，俺还小着哪知道呀？小时候俺跟俺娘在乡下生活来着，这些事儿啊都是听俺爹说的。哦，俺爹年轻的时候当过兵，打仗的时候脑子出了点问题，现在越老记性越不好。俺有时候问他是哪个大官啊，他说哎呀，他也说不清楚。有时候我都在想，你说这些事儿是不是他编出来的？可是你说这么大个房子搁在这儿啊，住了那么多年了，咋解释啊？不可能编呢，是不是？伯父那个房子呀，我确实看过，像是大户人家住过的。啥像？就是大户人家。
那艾小姐下一步想怎么打算？俺想去香港，俺不想再这么拖下去了。把老爷子一个人放在老房子里，对身体也不好啊。有人要是再来买这房子，我就给他卖了。俺就骗俺爹说，那个老爷啊，外地的亲戚给买走了。可是他几次都用猎枪给人家人打跑了，现在都没人敢来问了，也不知道谁愿意买这房子了。对了，上官先生是地产方面的人哈，认识朋友多，帮俺想想办法呗，是吧？这正是廖先生今天带我来的目的之一啊！真的呀？啊！哎呀妈呀，凯凯，你咋这么贴心啊？哎呀，我想有空去看一下你们家那个房子，可以吗？随时都可以嘛，是吧？可以，咋不可以呢？只要你方便，现在就可以去看。好，来，多喝点，老甜了。糖放多了。进。这是龙局长几天前约谈过的警员名单。这件事情不要向任何人提起。是。给我。这花儿不是他给你买的？当然不是，要买也是我给他买。我爹呀，就喜欢玫瑰花，每次给他买花回来，他才能开心。开心好。爹呀，开门，是我呀，我回来了。爹，是我，廖德凯，你见过的？伯父好。那个是廖德凯的朋友。艾先生好。不好意思啊，我爹不太喜欢陌生人。爹，你看看，花。花儿好，花儿好。让他们进去吧。哎呀，那进屋吧。哎呀妈呀，真高兴啊！不好意思啊，刚才吓着你了。我爹就这样。进去吧。哎，开门啊！哎呀，哎呀，爹你干啥呢？这哪是花瓶啊？这不是花瓶，我之前送你那花瓶呢。打碎了，真是的。那我到地下室再去找找啊。那儿好多花瓶呢。哎，你们先坐啊。好，来，坐。好。哎，怎么了？哎呦，没事吧？别动！什么别？听说您给军阀当过管家。管家，我跟他打仗那功夫啊，你们俩还没出生呢。要不是我受了伤啊，我现在早是将军了。您打过仗啊？那当然了呀，我和小爱她妈妈认识啊，就是在打仗的时候。后来部队要出发呀，我不能留在那嘎达，又不想让他妈跟着我呀在部队受苦啊，就跟他说呀，打完仗我再来接他。可是这仗一打呀，就好几年呢。哎呀，俺爹走了没多长时间，俺娘就发现，有俺了。可是当时医疗太差了，俺娘生下俺没多长时间，俺娘就上天堂了。害得我连最后见他一面的机会都没有了。行了，爹，你当时打仗腿上不是中了枪吗？走不了了。那将军
就把您给弄到上海来了。没过多长时间，俺也到这儿来了。那是因为我救了将军一条命，所以才受的伤。要不然将军怎么能把我带到这嘎达来呢？那人家逃跑的时候，你腿上受了伤，又犯病了，人家还不是把你一个人给丢在这儿了？他没把我丢在这儿，他是让我守住这栋房子。好，没丢。哼，你们也真是的，问他这干啥呀？他一说这个就没完没了的。没事，我有办法。哎呀，太沉了。爹，哪个好看？这个？好看。这个？你那花瓶是从哪儿来的？地下室里的。老多了。哎，可能是那大官走的时候啊，太沉了，没带走。地下室里可多的了。来。好看。这手滑了。算了，这摔了就摔了，那就这个了啊。那我去，哎呀，真是。哦，对了，那后来这个军阀的家里人有没有过来找过您呢？没有，总有一天他会回来的。但为什么房契会在您手上呢？啊，那将军呢，让我守住这栋房子，是怕别人把这房子给拆了。房契在我手，我守在这儿，谁也别想动这房子，谁也别想拆这房子。他就没告诉你为什么让你守住这个房子？完了，哎呀，行了，别听我爹在这瞎说了。啥呀？人家哪会回来呀？人家是看你一个人可怜，所以把这房子给你了。要不然房契哪能在咱们手里啊？我都想好了，谁要是买这个房子，我就给他卖了，然后就把手续给办了。你不能胡说，你不能胡说。那你说人家为啥让你一个人守在这儿，留在这儿啊？那是因为这院子里埋着好多宝贝。宝贝？啥宝贝呀？别听俺爹在这瞎叨叨，爹，越说越没边儿了。那你知道啊？那洋人从咱圆明园那儿抢走了咱们好多的宝贝啊！是。将军呐，和洋人做过军火生意，关系可好了，花了好多的大价钱，把流失的那些金银器卖回来好多呢。哎呀，爹，你说的太多了。别听我爹在这儿瞎咧咧。哎，我不是跟你们说过吗？我爹打仗这儿出过问题。你这不骗你，那人家到我们家那个院子里做那个土地测量，俺爹以为是来挖宝贝的呢，拿枪还打人家。你让谁来抢宝贝？就是来抢宝贝，这也不是抢宝贝。不抢宝贝，爹，咱该歇歇了啊。那我也就不打搅了啊。别的，那个上官先生，你稍等会儿。我把我爹送回去之后，一会儿就来啊！来，爹，哎，小心点！哎呦，你慢点。我马上过来收拾。爹，这，快走啊！走，上院子里边看看去。难道这下边真有古董吗？这至少可以解释你的代理人为什么不论花多少钱也把它买下来。这么说，这儿以前真住过军阀。刚才摔掉那个画片是宋代的青花瓷，如果是真的，不是那个老头能买得起的。啊，他随随便便就摔了一个古董。他的古董，他睡觉他自己都不知道。这下边得埋了多少金银呢？谁知道啊？这只有多的带不走，他才会买。